这一次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用俺老家的酒罐银元换了朋友一块龙阳。哦，这一次我赚大发了。哎呀，你换了这个龙阳，这还不是常见的，这个是浙江银元，这个是样币。难道你没发现这个龙阳和你另外的这几块袁大头，它外边的包浆不一样吗？我发现了啊，我的这些银元是不同的。哦，我朋友这块银元龙阳是一块味道币。哦，贵就贵在它的包浆上。你这说的对也不对？我跟你明说吧，你这几块袁大头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，这种包浆是属于传世品相。而你的这个浙江的这个样币啊，你看它的包浆，我看很浮，品相确实是不错，就像是未流通的状态。你刚才说这一次赚大了，我看你这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啊！你这形容词用的不妥吧？我都上网查了，我这朋友在浙江龙阳这一块这个不便宜啊。那是嘞，那如果真的是真的，肯定不便宜，好像一块得大几百万吧。既然这个银元是你朋友的，具体的价位他应该比你知道。如果真值几百万，他不可能给你换这几块普通的大头啊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不会傻到给别人换大头啊。这不是事出有因吗？哦，是我朋友玩的银元都是贵的。哦，他想换几块便宜的送人，正好我捡个大漏。那捡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告诉你，但凡是玩这种裸币大真的啊，10有8、9都是国宝帮。国宝帮啊，大多数购买的渠道都是地摊儿。你想想，既然是大真银元，首先必须得入皮盒，有了身份证之后啊，你从拍卖公司拍出来，这才是真币啊。放心吧，我一早开金店的老表验过了，含银量在89%，和以前的银元基本上保持一致。基本上保持一致，你这句话说的有点过了。你去金店检验含银量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那你看过去的银元含银量配比，用现在的机器也能做出来银元。关键是银元它只有老了，过去发行了才能卖上价。我看你比我还专业的啊。所以我也想让你请教一下。反正这银元我都拿了，你看看我这一块东西能挣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个碰到这种裸币银元啊，你不要想着去挣钱。你只要想着不赔钱就行了。就说你这些袁大头哈，这说实话，这都是常见的年份，然后也没特殊的版，无伤无戳。但袁大头暂时没有版，它就是通货品相，不显山不漏水。你这9块是9000的市场价。但那朋友这个浙江样币龙阳虽说是样币，样币是没有发行过的银元，当时也就简单的做了几个样品。这个存世量肯定是少了，全世界范围内可能固定了也就那几十块吧。都知道物以稀为贵，但是首先你得鉴定为真币，入盒有一定的市场价。而你这个是裸币，鉴定啊，你只是去金店鉴定它的含银量，那确定是银的，但是壁面包浆我看很浮不老，压力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这还没有你这几块袁大头这看着舒服了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别跟那朋友换了。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但是我在网上已经找到买家了。咋说？他愿意给我出300万。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。你找的肯定是那些鉴定的拍卖公司，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，给你估的价都是虚的。这个借估高价之名啊，行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用为主。因为你这个银元是真银假币，市场价也就200块钱左右，怎么可能会给你300万呢？说实在话吧，我实在不想错过这次机会。但是问了好几家了，你们说都不值钱。对，我这心里心灰意冷啊。那心灰意冷就对了。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发大财的机会啊？而且你这种财啊，相当于是毫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300万。如果真值那么多钱的话，那朋友我跟你说，他早就卖了，对吧？他根本不会说轮到你了。其他这个损的话，我也不跟你过多的说了，赶紧把这银元还给那朋友还回去。那好吧，这钱可能不该我挣。那不该你挣。那咋弄？谢谢你了啊！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这个银元宝啊，有人给我出价500万，我害怕卖亏了，今天特意来找你帮忙估价，看能不能多卖200万。我看你这个锭子大小是10两的，顶面发白啊，应该是洗过了。这张口要起100万，这不是搞笑了吗？我也瞅瞅。
一点也不可笑啊！我朋友都说好了，3个月之内500万给我凑齐。我是想多卖点钱才来找你的。你这个钉子是适量的，果然是洗过了，顶面发白，可以看出来这个含银量在99以上。先不看辛劳啊，就单说你这适量想卖100万，这确实有点吓人。宣统年、太古线、主色，可以看出来是官定。这个银锭的翅膀应该是摔铸过，状态很一般。你这张口给朋友要500万，看来那朋友是一个土豪啊。说实话，我朋友还真不是土豪，平时他就送个快递上来。主要是他想买这个锭子逆袭。买银锭逆袭，我第一次听说。你学习成绩不好，你通过后天努力可以逆袭；你平时送个快递，再学个技术也可以逆袭。首先，他连真假都看不懂，而且还掏那么高的价，这咋逆袭嘞？这里边机密啊，他没告诉我。他已经承诺给我了。这个银锭子拿到南京去，3个月之内给我凑齐500万。你指望一个送快递的给你500万，而且是先卸走。先不说500万能不能给你凑齐，以他的人脉怎么可能逆袭？再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他把银锭给你拿走弄丢了，或者不还给你了，你说这咋办嘞？他家的房产证都压到我这里了。拿银锭啊，准备给我打500万的借条。反正啊，他说的很坚决。我就害怕卖亏了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你别说500万，5万你也不亏啊！你这是适量的钉子，咋可能值500万嘞？以你说的这些关键词啊，我很清楚的知道，恁朋友应该是上了那个估高价的骗局了。别人给他报500万，这里边绝对有问题。我感觉也有问题。人家给他报价绝对不止500万。不然他不会跑一趟南京，一分钱不赚。你说他图的啥嘞？咱俩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。我说的是恁朋友可能被别人忽悠了，上了那个估高价的骗局，而你说的是他给你少报价了。你们俩这是相互猜疑。那我先给你来说一下过去晚清的银锭，从大到小分别是50两、10两、5两，还有一些碎银子。按价值来估算，最贵的是50两。你现在50两的官锭，大概行情价都是看实物状态来估论，大概到10到20多万不等。而你这种10两呢，你想那上面没有字口的，从大几千到18000不等。而你这种带县名的，这个是山西小宝，平时少见一些，比普通的贵一些，很正常。咱先抛开真假不谈啊，就以你这个品相来看，因为顶面字口你看还算清晰，翅膀多少有一点流动痕迹，加上这个钉子又洗过，大概行情价也就1万多吧。你别胡扯了。我朋友出去他赚的那些，一下子还能给我500万了。你这估价1万多，我肯定不卖给你啊。这个买卖是自由的，能值多少钱？我这也是实话实说，刚才已经给你讲得很详细了。恁朋友找的应该是网上估高价的伪专家，一块10两的银锭，连真假都看不懂，张口就给你几百万，这不是准备忽悠恁朋友？你千万别让他去南京。别扯了，他不去500万怎么挣？我也指望你们实体店给我报1万多块钱，这都不够干啥的，差距太大了。哎呀，差价大，所以这里边有问题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们报1万多，那是他的市场价，8九不离10。给恁朋友报几百万，目的啊就是想忽悠你们的鉴定费。你最好回去跟恁朋友说一说，别让他上当受骗了。毕竟跑快递挣钱还不容易，跑那么远去给别人送钱，你说这何必嘞？哎，你说的都是忽悠我，我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嘞？那你去试试吧。